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评论一下俄罗斯军事专家谈中国空军的战略作用。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我们自行制造的运20大型运输机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机场上，运送抗疫物资支援需要的国家，运送我军将士参加国际军事演习，从韩国接回志愿军的遗骸等等。我军的轰6轰炸机能够完全覆盖南海和我国周边海域，我军的歼16等先进战机能够从我国海岸线前出上千公里执行作战任务。对此俄罗斯的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在俄罗斯媒体上发文，总结了中国空军迈向战略空军的2步骤计划。所谓战略空军是指能够独立的完成战略任务的空军，而不仅仅是为陆军和海军提供防空和空中支援。战略空军的基本要求，一是装备要足够的先进和全面，二是要拥有远程作战的实力。中国空军在2020年之前就完成了战略空军现代化建设的第1步，初步拥有了完备的先进远程作战装备体系，其中歼20隐形战斗机的装备使得中国空军具备了在中国周边地区与美国空军相对抗的能力。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轰6N 轰炸机能够对中国领土之外数千公里的目标进行打击。中国空军战略转型的第2步目标是在2035年完成全面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战略空军。我们可以拿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参照，和俄罗斯空天军对比我们的差距主要有2点。一点是远程运输机和加油机的数量。目前中国空军拥有数十架运20和伊尔76运输机，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但是运20的生产速度非常快，如果保持这个生产速度，到2035年我军将拥有300架以上的远程运输机，同时也会拥有相当数量的加油机，就会超越俄罗斯。那么另一个步骤是我们缺乏真正的战略轰炸机。轰6轰炸机的航程还是有点短，如果攻击美国西海岸的目标，必须经过多次空中加油，而俄罗斯目前的图95和图160战略轰炸机都能够执行洲际轰炸任务。为此我们必须等待轰20轰炸机的到来。和美国空军比起来我们的实力差距更大。美国空军目前拥有 KC-135、KC-46 和 KC-10 等空中加油机总数超过400架，拥有 C-17 和 C-5 等战略运输机超过270架，拥有 B-1B、B-52H 和 B-2A 轰炸机的总数也超过了150架。面对这样大的差距我们也没有必要气馁。原因有2条。第一，任务不同，我们不当世界警察，不需要美国那样多的执行战略任务的装备。美国空军除了要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以外，还要在欧洲地区对付俄罗斯，还要在中东地区进行持续的反恐行动。而我们的主要对手只有美国，也许将来还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维护我国的利益。第二，除了即将诞生的轰20以外，美国战略空军所具备的技术和装备我们都有，只是个数量上的问题。从运20的生产速度来看，我们赶上美国并非遥不可及。我国军用飞机的产量提高的瓶颈之一是航空发动机，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装备涡扇220发动机的运20已经在试飞，事实上这也是我国战术飞机的瓶颈之一，也已经取得了突破。未来中国战略空军的建设已经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障碍，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